三人冲个 Leap 跟 Aeron 对比全攻略，两张椅子选哪张？麻麻的。暖暖的。重要声明：本影片是分享个人经历与经验，供大家参考。每个人的使用情况、坐姿、身体结构都各不相同。我的遭遇并不代表所有网友都一定会遇得到，但值得各位网友们在下购买决策时候进行参考。这边我尽量提供我的使用心得与心路历程，供大家参考。首先 ，Leap 跟 Aeron 为什么我选择 Leap？ 因为我使用 Leap 没有遭遇其他意料之外的问题。而我坐 Aeron 椅子的时候呢，大概坐30分钟，我的臀部的坐骨深处就会渐渐传来酸麻感。据本人分析，原因有二：第一点，自身的坐骨呢受到 Aeron 网面的压迫，间接压迫到了我的梨状肌，所以30分钟后呢就开始出现酸麻感。这个酸麻感如果超过30分钟持续做下去会怎样？我呢最严重的时候呢会影响到日常生活行动，就是当我要在右侧这边弯腰下去要捡东西的时候，那个弯腰的动作会压迫到我的梨状肌，会发出刺痛酸麻的感觉，导致我没有办法整个弯下去弯腰，我要用另外一侧侧身弯腰下去才能捡东西。那平常在走路的时候呢，也会隐隐约约感觉到臀部梨状肌那边那块有阵阵的酸麻的感觉。那第二点可能原因就是我使用了脚踏来解决网面前缘这边呢压迫割大腿的问题嘛。那使用了脚踏之后，就是变成前脚会抬起来。那这个操作呢，已经破坏了原本就是 Aeron 的正坐姿势网面压力平均分布的设计。原本应该是大腿到臀部一起分担网面的张力。那在搭配脚踏后呢，前脚就被抬起来，这导致大腿受力的这一部分离开了椅面，变成后方坐骨的这个区块，它整个受力的压力就增加了。然后刚好我的右边的坐骨又比左边的要稍微凸出来一点，就会变成是我的右边坐骨受力的压力会比较大，造成酸麻感。那如果不使用脚踏，又会有压迫大腿割脚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小腿也会有感觉到麻的，所以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机身网面的透气度，购买坐垫来缓解这个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买 Aeron 的时候是没有预料到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想说是封顶的椅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所以真的没想到购买后的结果会如此的精彩。而 Steelcase 的 Leap 呢，除了椅面会让我感觉到暖暖的以外，还有这个椅背对于我来说有点高，其他我还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所以我选 Leap。订阅多，冲越多，按赞给个鼓励，就分享给有需要的你。选择了 Leap， 所以目前 Leap 团购募集中-2，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加1团购。如果开成呢，会再专门拍一部影片来讲解团购的详细资讯，希望拿到比节日特价更优惠的价格。那我们继续接着对比 Leap 跟 Aeron 的设计理念，是以我自己使用者的角度，实际使用 Leap 跟 Aeron 这两张椅子之后，体悟到的这两张椅子的设计理念的一个形态的掌握，算是个人的心得啊。首先是 Leap 支持鼓励接纳使用者在使用椅子期间使用各种坐姿，在设计时呢，观察使用者在长时间使用椅子的情形下会出现哪些坐姿，并且归纳出常用的坐姿类型，主张变换各种类型的坐姿时，可以释放使用者的身体负担，以此设计一张长时间使用下能够支持各种坐姿的椅子。而 Aeron 呢 ，Aeron 是以正坐标准姿势为出发点，设计时呢，归纳各种办公室的可能出现的坐姿，并且找出由正坐衍生出的各种办公姿势，像是使用电脑呢就是正坐，伸手取物文件呢就使用前倾，想要休息想事情呢就使用后靠。最终使用者还是会回到办公状态，也就是正坐姿势，是以正坐姿势占使用者多数使用时间的情形下为前提。核心原则是标准坐姿能够在长时间的办公状态下，最大程度的减轻人体的负担。主张鼓励支持使用者长时间维持在正坐姿势中，借以达成最大程度的减轻使用者身体负担。是设计一张以长时间正坐为主要姿势的椅子，其他姿势呢只是暂时性的延伸。接着对比 Leap 跟 Aeron 的设计结构，如果需要兼容与支持在长时间使用下各种的坐姿，要怎么达成？椅面可前后调整，可下压，扶手可快速调整，全椅背下背部支撑，加上腰靠，还有无需开关的后靠，自由切换一般坐姿到办公坐姿。Aeron 的设计结构呢，主要是为了支持长时间的正坐姿势，制作出一个方便使用者长时间维持正坐姿势的一个设计结构。这个架构也是座椅的整个核心，无论是前倾、正坐、后靠，还有它的2个扶手。中心下背支撑，长时间乘坐使用网面透气散热，全部都是为了支持这个主要架构的延伸，可以说是为了支持这正坐的整个架构来延伸出椅子的其他功能与资源。接着对比 Leap 跟 Aeron 的椅面 ，Leap 的椅面是海绵，有弹性，然后包覆布料，椅面前缘有弹性弯曲的设计，并且可以独立调整前后来选择入座的深度。椅面会随着后靠时呢往前移动，而 Aeron 呢 ，Aeron 的椅面是强化的塑胶框。搭配特殊纤维编织成的弹性纤维网面，由于它正坐的结构设计，导致它椅面前缘是固定的，而靠近椅框周围的网面压力呢，它的支撑力会比较强。椅面呢是不能单独进行调整的，但是椅面也是可以随着椅子的前后进行移动。
接着对比椅面的实际使用感受。那 Leap 椅面呢，认真注意呢，会有暖暖的感觉。那椅面就是海绵的，所以软软的，有弹性。我实际使用时呢，会常常去注意不要弄脏椅面。因为关于暖暖的感觉，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以前在上电脑课的时候，大家对于椅面的感觉还有印象吗？如果没有呢，那使用 Leap 你应该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都忙着打电动，或者是觉得吹冷气很爽，大概就是那样的感觉。那 Leap 的椅面呢，相比 Aeron 的椅面，在清洁上可能就不是那么方便。至于 Aeron 的椅面呢，因为它是网面设计，所以非常的透气凉快。而且我认真觉得，如果冬天寒流来的话，做 Aeron 应该是真的会感觉到冷。那如果你有准备暖气扇就没差。使用时呢，我会觉得这个，因为 Aeron 的座椅框呢，导致在要使用其他坐姿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能长时间的使用其他坐姿。还有网面实际使用起来的支撑力其实是蛮强的，它并不像是沙发那种的塌陷下去的那种感觉，比较像是偏硬的弹簧床所做起来的那种感觉。比完使用感受之后呢，接着是实际使用上坐姿的对比。Leap 在实际使用上的坐姿呢，泛用的坐姿都兼容，不正常的坐姿都包容。腿脚是可以根据你的坐姿随便放伸展的，直到你想要换姿势的时候再进行变换。另外 Leap 也可以支持暂时性的坐姿使用，像是侧向斜坐、单脚跪在上面用电脑或是拿东西。而 Aeron 的实际使用坐姿以正坐为核心，然后以核心去衍生其他暂时性的坐姿，因为都是正坐的姿势嘛，所以你的腿脚在大概90%的时间内呢是呈现90度的状态。实际使用上，如果我使用其他坐姿，我的腿部呢会因为这个设计结构的框而造成有不适感，无法维持太久其他的坐姿。另外像双腿伸直或是交叉或是翘脚，椅框呢或多或少都会造成压迫感，所以实际使用上是可以换成其他坐姿的，但是都维持不久。一旦出现不适感呢，就会切换回来正坐姿势。接着进行 Leap 跟 Aeron 的后靠对比，两者后靠的阻尼调整十分相似，都是将阻尼调整到与身体后靠时平衡。差别是 Leap 的后靠是可以选择开着的，是选择想要后靠的深度来进行段位的调整。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后靠开着到5段，但是你可以选择停在2或3，之后再切回到正常办公坐姿，多种坐姿后靠都可以支持。而 Aeron 呢 ，Aeron 就是1段正坐就是1段，要2段呢就开2段后靠，1段呢就是一般正坐位置，2段呢就是2段的后靠正坐位置，3段是3段的正坐位置。这是没有开前倾的状态，这是有开前倾的状态。1段可以选择性的正坐开前倾，或是0段前倾固定。但不论你是在前倾1、2、3段，都是正坐姿势。在使用上，前倾到底是否需要？在使用 Aeron 前倾完之后，换到 Leap 呢，没有前倾，我觉得没有任何影响。因为 Leap 我感觉它椅子可以靠近桌面比较近一点，使用上呢，我就把 Leap 往桌面靠近一点，然后偶尔带点后靠。想要前倾呢，就等于把自己 Leap 起来，那就可以很靠近桌面。Aeron 的前倾呢，我是觉得是因为它整个设计结构是正坐的姿势嘛，所以它可能离桌面会坐得比较远一点。而前倾呢，可以帮助使用者维持正坐姿势，靠近桌面。Aeron 前倾呢，我多数是搭配1段来进行使用的。而隐藏的前倾固定呢，超战斗模式大概只占使用时间的5%，因为是超战斗模式，所以无法长久维持。接着是 Leap 跟 Aeron 的腰靠对比。Leap 的一字腰靠在支撑腰部时呢是非常有感的，因为透过这个支撑旋钮呢，整个椅背呢是可以凸出来的，而一字腰靠则是建立于这弯曲的椅背上，沿着椅背的曲线来进行移动。等于是沿着这椅背的曲线呢，再额外突出一个横跨椅背的腰部支撑区块。调整方式呢，就是先调整支撑旋钮，找到合适的曲线之后，再调整一字腰靠。而 Aeron 的正坐腰靠呢，是由上下2个直立的结构所建立的。我觉得这个支撑感呢，没有比 Leap 明显，可能跟支撑的位置也有关系。它是尾椎到下背部这个直立的区块而已，只支持正坐下背部所需要的支撑区域，其他呢则靠网面承托与整个结构性支撑。接着进行 Leap 跟 Aeron 扶手的对比。Leap 扶手台面的承托感呢，比 Aeron 比起来是偏硬。扶手呢是有做导圆角的，看起来是还蛮有型的。这个快速调整的扶手呢是有专利的。个人觉得这个方形的支撑范围呢是比 Aeron 要好一点的。Leap 扶手的使用频率我觉得蛮高的，因为调整起来非常迅速。Aeron 扶手台面的承托感是比较舒适的，包覆海绵，所以下压有空间，有回弹性的，有下压空间。扶手的上下调整有点阻力，所以调整起来就没有 Leap 那样的迅速。Aeron 扶手支撑范围是前后的扇形范围。
是以这一点为中心，前后的扇形范围。实际使用上 ，Aeron 的台面调整比较常使用，扶手的上下调整比起 Leap 而言算是非常少使用，大部分时间都固定在最高位置。值得注意的是 ，Leap 跟 Aeron 两张椅子扶手都无法与桌面同高，要调整到扶手与桌面同高时，椅面的前缘就会变得太高，椅面正常高度时，扶手的位置又比桌面大概低了5公分。Leap 跟 Aeron 椅脚的对比 ，Leap 的椅脚感觉比 Aeron 的椅脚要短一点。实际上也是可以看到 Leap 的椅脚是比较桌高一点的，比较尖一点的。那 Aeron 的椅脚呢是比较展开平一点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所以我在实际使用上 ，Leap 可以靠近桌面，靠得比较近一点。在使用脚踏的情形，靠近桌面靠得够近的时候，已经觉得够了，椅脚还没有碰到脚踏。故意的在往前靠近的时候呢，椅脚是会碰到脚踏的。但经过额外调整，我的身体已经可以贴着桌子。而 Aeron 呢，当我想靠近桌面一点的时候，椅脚已经碰到了脚踏。经过额外调整呢，是可以调整到想要靠近的位置，但是依然距离桌面还是有一段距离。如果想要再靠近，就只能拿掉脚踏，或是开启前倾功能来进行靠近桌面。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 Leap 想要靠近的时候，椅脚还没碰到脚踏就可以靠近到你想要的深度距离。但是 Aeron 呢 ，Aeron 要到你想要的距离，还要再另外调整椅脚才能到达你想要的距离。那脚踏是否必要呢？我觉得 Leap 没有是可以，但有了会比较舒服一点。Aeron 如果有大腿压迫的情形呢，那脚踏是必备的。接着对比 Leap 跟 Aeron 的痛点 ，Leap 在使用上需要非常小心维护椅面上的使用比 Aeron 要费一点心思。那对于部分的人，可能椅背会太高，像我170，我就觉得背有一点高，几乎与我的肩膀齐平。但是 Aeron 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可以看到 Aeron 的椅背比 Leap 的椅背要低一点。如果单论扶手台面的承托感呢 ，Leap 就偏硬，而 Aeron 就比较舒服。Leap 的椅背认真注意，会有暖暖的感觉，而 Aeron 呢就十分的透气。Leap 在使用上会做的歪七扭八、各式各样的姿势都会出现，而 Aeron 呢始终提醒你正坐标准坐姿。而 Aeron 的痛点对比，使用者必须长时间维持同一种姿势，也就是正坐姿势。Leap 呢则是不限制你怎么做都好 ，Aeron 是不论你是前倾、正坐、后靠，都是在正坐，因为它身体、臀部、大腿、背部由于这个设计结构的关系，是一直维持固定的，这样导致想要使用正坐以外的姿势进行调试缓解的空间非常有限。而 Leap 呢没有这些限制 ，Aeron 在正坐以外的姿势都会因为这个设计结构造成不适感，没有办法长久维持其他坐姿。Aeron 的网面可能出现预料之外的压迫割大腿的情形，而 Leap 没有。Aeron 扶手的上下调整呢比较难调整，所以会让人变得不想去调整。而 Leap 则是非常好调整。Aeron 的背部支撑结构只支持下背部及尾椎的部分，有时会让人觉得没有感觉。而 Leap 针对腰部、下背部的支撑结构的支撑感就明显比 Aeron 要有感得多。我们将接近尾声，我两张椅子的经历对 Leap 保固资讯明确，就已经写清楚了，怎样的就是怎样的。Leap 整体使用起来呢，非常的简单，比较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是否能接受暖暖的感觉跟高高的椅背，还有椅面使用清洁上能否接受。Leap 实际使用起来呢，经过这1个月的测试下来，是可以支持我久坐的。Aeron 的经历，从购买前保固资讯问题，该选哪家购买，到购买后意外的个人负面体验。首先要确认自己能否正坐姿势久坐，且无负面感受。如果你在这期间会有想换其他坐姿的想法，请你认真对待这个想法。因为我在实际买了之后，才真正体会到 Aeron 真的是一张只有正坐的椅子。所以是否能长时间舒适的正坐是第一个要考量的点。第二个要注意的点是是否有压迫割大腿的情形，以及压迫久了是否会出现小腿发麻的情形。我呢是有压迫割大腿的情形，所以我又买了脚踏来解决压迫割大腿的这个问题。接着在使用脚踏后，发现前脚抬高时，原本坐着大腿与臀部平均分散承受的身体重量呢，全部集中于臀部后方脊椎尾椎的区域，会变得往臀部集中承受压力，所以这时就要注意，你使用脚踏后，这些集中于臀部的压力是否对你的臀部造成不适感。像我就是网面压迫，那刚好我的坐骨又靠近整个框网面的框的边缘，那边的张力又是最强的，再加上前腿抬高，压力集中，这样交错的情形下，我的右侧比较突出的坐骨受到这个压力的影响，间接压迫到我的梨状肌，导致酸麻感的现象出现。酸麻感的出现怎么办？总不能就这样不用这张椅子吧？所以我又花心力时间找适合的坐垫来缓解这个症状。那接着买来坐垫还要测试是否能够有效缓解这个酸麻感，可能有效，可能没效。那没效呢，是否还要再花钱再寻找下一个坐垫来看看是否有效？而且在使用坐
垫的情形下，就已经破坏了原本 Aeron 设计结构下的坐姿与支撑性。因为坐垫是有厚度的，那整个厚度抬高，它的支撑性下背部的支撑性就会跑掉，然后透气的网面也没有功用了，这导致我有时候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啜泣，不是想着，怎么会这样？花钱要久坐，怎么还会遇到这些事情？不仅坐不久，还有发麻的感觉，有时候就会莫名的叹气。最后总结 ，Leap 跟 Aeron 这2张椅子该怎么选，提供您参考。如果你有其他坐姿的需求，选 Leap； 想要自由感，选 Leap。Leap 喜欢多种坐姿变换的人，整个使用弹性空间上呢，比 Aeron 要大上非常的多。使用 Leap 椅子期间呢，可以选择偶尔或长时间维持正坐、盘腿、翘脚，或是要伸直双腿，或是交叉双腿，更可以选择维持以上的姿势时是否要进行后靠。如果不想在桌面前维持同一个姿势 forever， 那我觉得 Leap 这张椅子会比较适合你。相对的，如果主要的目的是维持正坐姿势的话，选 Aeron。Aeron 正坐的支持性比 Leap 要好上非常的多，因为 Aeron 是专门设计支持标准正坐姿势的。使用 Aeron 椅子呢，一开始使用者是需要习惯与调试的。坐上椅子后，一开始需要使用者将自身原本乱七八糟的姿势，逐渐调整到符合座椅的正坐姿势，并且适应、习惯与维持。当使用久了、习惯了以后，就可以舒适的维持正坐的姿势，减少身体额外的负担，将腰酸背痛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如果是想要在桌面前长时间维持正坐标准坐姿的人，那我觉得 Aeron 会非常适合你。但是 Aeron 有个大前提要非常注意，就是在适应期的时候，臀腿部位是否出现负面感受。如果没有，恭喜你，你能享有舒适美好的正坐时光。而 Leap 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椅面的维护。最后呢，讲一些个人比较直观的使用想法与使用情形。Leap 呢，就是不用想太多，也不太会翻车，确认优点是否喜欢，缺点是否接受，使用上是否符合需求，钱砸下去呢，就可以继续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了。那在目前实际使用上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在喝饮料、喝茶、喝咖啡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去注意要保护椅面。然后扶手呢，觉得非常好用，所以还蛮常使用的。实际使用上呢 ，Leap 是可以废在椅子上了。那这个废在椅子上的感受呢，是在 Aeron 上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废，因为 Aeron 即便开了3段后靠呢，还是在正坐姿势。那在正坐姿势下，就没有办法感受到有那种废的感觉。那对于 Aeron 有什么样的想法 ？Aeron 使用上呢，就只有正坐姿势。当初购买爬文时是有看到网友有说这一点，但是那时候看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是实际使用后呢 ，Aeron 只有正坐姿势能带来比较舒适的感觉。实际使用上呢，也会倾向一直保持正坐姿势。所以如果你会有其他坐姿的需求，想在 Aeron 椅子上使用不同的坐姿，需要清楚认识到这一点。那我 Aeron 的实际使用情形呢，大多数是坐在 Aeron 上，双脚放在脚踏上，占多数的时间。下半身从下腰部到臀腿脚有90%的时间几乎都是维持固定的姿势，另外的那10%呢，是我休息后靠或是真的觉得想要动一动的时候才会离开那个姿势。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Leap 跟 Aeron 之间的对比，就放在 YouTube 上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对各位的决策购买有点帮助。而且以上这些呢都是个人个案经验感受，实际的体验呢还是要依据各位个人自身的状况去体验感受，我有的不代表你会有，还是要实际使用过椅子之后才能做判断。终于结束。以上内容呢就供大家参考。影片最后呢，这部影片呢是注重 Leap 与 Aeron 之间的对比。如果对于 Leap 跟 Aeron 个别介绍有兴趣的网友呢，可以参考我这2部影片。话说回来，樊登聪已经攻略了 Leap 跟 Aeron 这2张封顶的椅子，想想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那期待这个频道呢，下部影片也能有如此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